其实身边的人都会觉得你做社会企业、做公益，就像是在做白日梦。我们一直希望说，其实衣服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记忆的东西，一件物品。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每一件衣服它都有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慢慢的大家就会懂得，如何去珍惜这件物品。先请大家把目光移到我们市长的身上，因为市长身上穿的这个是由我们阿福的旧牛仔裤转交给 Storywear 之后，再重新创造，给它第二新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背心啊，象征市长可以对我们这个零废弃这样的概念共襄盛举。那我请市长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哇，市长好像很少穿这样子这么帅气的那个背心。是柯市长身上穿的这件背心，由 Storywear 重新制造的。那这次曙光季的这个主办人阿福，他就捐了他10几年前的一件不要的、再也穿不了的牛仔裤给我们，然后重新的，我们又结合其他的回收牛仔裤，重新拼接，做成一件很英伦的绅士的背心。曙光季是我们希望推广永续生活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用的方式其实就用音乐节让民众更容易参与。然后同样的，我们就用音乐，然后用策展、艺术品，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些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材料用得更友善地球、友善环境。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我们这个叫做捕梦网，所以我们这个上面你可以把你的，你讲英文给他听，因为他听不懂。哦，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可以听得，你可以听得懂。好，那我中英文都讲可以吗？好吧。好吧，所以 this is a dream catcher. This is a dream catcher. So you usually put this above your bed. Yeah, and then it captures And then capture your drink. So you can put your drink, write it on the cards, and then put it inside, and then put it over your bed, and then your drink will come into your dream, and it will come true. 所以我们这个捕梦网呢，为什么要做这个捕梦网？其实这个牛仔裤啊，其实是用这个人家穿不了的裤子，像这样。这是真的有穿过，真的穿过的。这个你看，这个还是妈妈他们穿过的，所以这个妈妈因为变胖了，穿不下去了。她的妈妈变胖，不是你妈妈变胖，穿不下去，塞不下去了。她就想说，可是我也不要丢掉啊，丢掉就变垃圾了，怎么办嘞？那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把布剪下来，拼，就可以拼成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它就不需要丢掉了，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回收的牛仔裤去做丹宁上面的结合，所以用回收牛仔裤在上面作画，那你就可以转身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放环保杯的这个水桶包。那小朋友不管带去哪里，都会记得说这是我画的一个水桶包。那同样的，他当然就会很珍惜这样的东西，他会继续很习物的沿用下去。这个议题，他们其实今年都学了很多。那学校一直强调是reduce, reuse, recycle。那刚好这个商品跟这个品牌就结合了这些概念，然后做了这个活动。我觉得小孩在手做的经验当中，也可以重新的真的了解到说，从一个废弃的牛仔裤，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再让它给它一个重生的机会，就真的就是结合他们在学校学到的这件事情。啊，好棒啊！好，谢谢，谢谢。你的水还在这里。
从小就在时装产业长大的我，父亲是品牌创办人，母亲是服装设计师。直到去英国读书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永续时尚的概念。我当下是非常冲击的，因为我没有想过，时尚产业已经是全世界第2大污染源，丹宁更是时尚界不败的元素。它的染剂跟生产流程其实带给环境极大的破坏。制作一件牛仔裤需要消耗8000公升的水，而且到现在还有1.7亿的儿童正为时尚产业在工作。如此消耗资源的衣物，它在台湾每1分钟以438件的速度给丢弃。回到台湾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能够为这个产业做些什么。在回收衣物市场调查中，回收第1大宗的衣物是棉质衣物，而第2大宗则是难以再度销售的牛仔裤。于是 Storywear 将回收却卖不出去的牛仔裤升级再造，重新制成丹宁时尚商品。今天来到那个 Vogue 的快闪店，那这边呢，基本上就是所有都是 Storywear 的商品。那我们这边有从小配件到衣服都有，像这款它其实是一件洋装，然后洋装上面我们用了裤头，把它变成我们的平口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呢，很多的拼接，正面、背面，其实加起来它总共用了9件牛仔裤，重新制成这一件洋装。同时也是吊带的洋装。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像这件商品是我们第一件，我人生第一件 Storywear 做出来的第一件商品，第一个款式。那这件衣服它用了9件牛仔裤重新拼接起来。这件衣服其实到目前10个月的时间卖了将近100款的商品，所以等于说100款，然后一件是用9件牛仔裤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升级改造了900件的牛仔裤，重新做成了这件外套。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大家愿意接受这样的理念。那除了衣服之外，其实我们还是有利用回收布料牛仔裤，重新再做成包包。所以像是这款巨吃鱼翅的包包，它就是用了3件不同的牛仔裤拼接起来的一个包包。那为什么要3件牛仔裤呢？因为其中一定要选择一个刷纹比较明显的设计，因为我们巨吃鱼翅的一个意象在里面，就是这边有海浪，然后上面有鱼翅在上面，就好像鲨鱼在海里面游泳的感觉。所以我们用了3件不同牛仔裤拼凑成一个包包，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巨吃鱼翅的概念。Storywear 的产品并非代工厂生产，因为原料是回收的牛仔裤，制作前需要清洗、分类、排版、拆解，经过整烫以及拼接缝纫之后，坚持手工客制化，是为了避免库存再度造成不必要的垃圾。生产线结合在地2度就业妇女，提供再生设计模式给予在地的裁缝师。生产商品的同时，也提供妇女们一份经济来源。位于台北的妇女新知协会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个鲨鱼包在制作的过程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到图案的部分、配色的部分。那不是说在当下我就刚刚好有这样的需要的那些素材。那你看哈，像我这个的话，像这样的素材啊，它的颜色配色也许跟这里并不是很适合的。那他如果说硬是把它配起来，会觉得有点突兀。那或许呢，我还在等待说哦，冠白他能下一批的那个裤子进来的时候，我再来帮他整理，把它搭配起来。其实牛仔商品的创作，其实最难应该是说拆解布料的耗费时间，然后还有你要挑它的颜色。它有时候它的面积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说我拿一块布你就可以把它裁下来，不是像一般我们做衣服说整块布给你就可以随便裁就裁剪下来。它其实是前置作业花的耗费的时间比制作还要花心思。为了找寻更多手作的伙伴，冠百与桃园的蚂蚁遇上猫手作坊一起合作。工坊的妈妈们家中都有身障宝贝，除了经济上的帮助之外，更让妈妈们找到另一种成就感与认同感。升高一了，高一生，恭喜你！可以吃 QQ 糖了。跟姐姐讲几年级？10年级，恭喜你！开很重要的 IEP 会议，数学 IEP， 顺利。那这3个包，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啊？有啊，2个，1年多了。所以冠百，你那时候看到我们做这个包，你就很想跟我们合作，是这样吗？还是说你觉得我们的车工不错？就都有啊。他应该有进去看那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的东西被人家赏识了，很开心哎。就是那个很专业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又立体，而且你一看就知道不简单。有，因为当下我们做这个，被你肯定跟赞美，觉得还蛮棒的，就好像又可以有成就感，好像感觉自己又好像又对这个环境尽那么一点点的绵薄之力。你看，我们开始合作之后，你们就开始去找回收厂，然后你们又去回收厂的那个回收山里面挖裤子，对不对？有啦。那你那时候花多久做完那个大货啊？40几个包，40几个3D 包。我没有加哎。那你有没有熬夜？你有没有？熬夜没有啊，就是假日牺牲假日。可能你知道妈妈都做到几点吗？我不知道，顶多1点多。我跟你讲，想太多了，没有，不止，差不多2点前。妈妈昨天几点睡？我不知道，他睡着。我睡着。对啊，因为我们时间会被压缩，像我25老人家要洗肾，就白天。那你在赶工会不会压力太大？都不知道时间了。就是会觉得压力太大，算了，我不要做了。就去睡觉啦。我们蛮好舒压的。有时候也是追到1点多啊。记忆中小时候穿的衣服是一种延续的传承。姐姐长大了穿不下的衣服传给妹妹，妈妈结婚时候的嫁妆是阿嬷的衣服。Storywear 除了经营永续时尚之外，更想要让衣物变成一种记忆，永续的传承下去。现在我要做一件属于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回忆。好啊，这边。那我们讲一下故事一好了。好啊，好啊。故事一就是，其实我们有3个版本啊。对。然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是说，像这个版本，它是这个感觉就是连结度最大了。因为我们当初想要做这件衣服，是因为本来 Storywear 就是故事一的意思嘛。所以我们一直想说要做一件衣服，是让大家懂得去珍惜衣服这件事情。然后
像你看我们像以前那种嫁妆有没有？以前人的嫁妆，或是外国人的那个，通常他们的婚纱都已经是买的，是因为妈妈要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女儿，所以永远都是这样传承。像日本，他们好像是死掉人的寿衣，那反而是会带来幸运的那种的意义。所以真的寿衣去改成小 baby 的衣服，然后让小 baby 变得很幸运。还有我不知道日本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你就觉得很多东西是可以这样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也你知道，所以我们是想要最终还是想要推广这个大家要珍惜东西的概念，所以才会想说要做这件衣服了。那这件衣服刚好我们2个也都认识我爸。对，我认识，对，是，对，他就会比较有感情啊。那如果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你知道，让大家知道可以这样做的事情，然后之后大家如果也愿意来做这样的改造，其实他也不用再买新衣服啊，他等于就是把本来这件衣服留下来，而且他会更珍惜，然后就会穿更久。所以你是要用你爸的西装跟牛仔裤吗？对啊，可以吗？可是如果你是为了要纪念爸爸的话，我觉得应该用你自己的衣服才对啊。因为既然是故事衣，就必须是你的，不能用我们现在回收的牛仔裤。那样是别人跟你爸的故事。老王跟阿爸的故事。对啊，是不是？马西啦哈。对。所以要用你的，可是要衬衫哦，要你的衬衫。好啊，那我去找找看。有啦，这那个。在大学选择我的科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要进时装产业，我必须要能力，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帮助我的家族企业。所以我毕业之后，我没有马上进到我们的公司去，我是确保说我在外面的我磨练够了，我才可以回家。所以我到公关公司，我到广告公司。那你到了这些你有这样基本的行销能力之后，培养人脉之后，我再到外商公司。我确保说我有一个很国际的营运模式的想法，或是操作理念跟经验。那时候刚好我父亲也生病了，所以他在生病的第1个月，他就跟我说：“那你赶快回家，你就赶快进来家里。”那进去家里之后3个月他就过世了。他在做他爸爸没有完成的梦想，我完全不能理解有这么浓郁的父女的感情，所以他爸爸走掉以后，他几乎是走不出去，大概足足有好几年时间是走不出去的，会一直沉浸在悲伤当中。我才在这件事情上面才知道说，他的感情有这么样的浓厚，要不然我实在是以中国式的感情面，我们不太会说出来，即便很想。它的浓郁程度，我是洞悉不出来的。所以那3个月之后，变得是我跟我妈妈的这个相处共事。其实我跟我母亲，一直以来感情都不太好。我们是因为太爱对方，我们是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个性又太像，所以就很容易吵架。3年前我把这个品牌收掉，因为大环境非常的不好，我把这个他爸爸辛苦创业的品牌收掉，他非常的不愉快，跟我中间有闹了一些争执。当然他一定是争不过我，因为他不知道要扛的压力跟业绩有多大。他只有一个理念，他用理念来跟我沟通，那当然没有办法说服我。经过那一次的共事之后，
我基本上没有办法跟他在讲话，或是没有办法跟他深谈一些事情。所以后来我才就是出国进修，我就离开公司了，出国进修。那出国进修之后，才接触到永续时尚这个东西，所以才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到现在。我到现在哈，我们2个还不能够敞开心胸来谈这件事情，包括我现在跟你讲的事情，我都没有曾经亲自的对我女儿说，女儿，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我年轻的我们都是一个觉得很想帮助这个社会的人，但是妈妈没有做到的事情，你都帮我做到，我都没有说过。你那时候坚持不让我改口袋还有内袋是因为他习惯他都不带，他连钱包都没有，所以他都是用那个就钱就直接塞在这里面，内袋啊，然后护身符啊，就放在内袋里面，所以就想说不要拆。其实那时候我第一次拿到这件外套的时候，口袋都是缝起来的，因为这些衣服都跟他很久了，所以本来是要跟他一起埋葬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缝口袋有那个意义啦。它里面其实以前我们拿到的时候，这里面是放金子，哇，跟着对，就是往生者的棺木里面要放4套衣服，然后这一件是他去从那边把它收回来。他坚持不能改口袋，所以才会。原本我本来是想说用牛仔的贴带，可以让它2边是不对称的，可是冠柏就是说不行，口袋通通都不能动，全部都要留着。有啦，这个但是形状还是要一样，形没变。对，那时候他的想法是这样。对了，因为一个是版型的大概维持嘛，就是把它改小，那刚好这也是它的版型，那就等于留住它的这个身形了。啊，口袋平常都用的习惯，哎呀，那就留着这样子。时尚产业的问题近年不断的攀升，过度消费是其中的一大主因。我们希望把不忘初衷、爱物惜物的理念传递出去，打造一个有温度的循环。今天这件真的超特别，这个是他叫我们提供我们不要的裤子，或者是说穿过觉得可以回收利用的裤子给他，所以他最后就用了展瑞的裤子，然后在我们2个身上。然后这就是一个2次创作的概念，对，回收原本的牛仔裤，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牌子，还是它是自己的，还是家人的，最后就把它做一个2次的创作，然后就变成2个这样的背心。